如果你有血糖和肾脏问题，饮食真的要特别注意，不只是顾血糖，还要顾肾脏、钾、钠、磷和蛋白质的量。控糖护肾的饮食6大原则是什么？3餐该怎么吃？25种可以吃和不适合吃的食物有哪些？一起来了解。因为每个人的体质和状况不同，适合的食物也会不同，请依照医师和营养师的指示哦。以下分享的资讯供参考。控糖护肾饮食6大原则。1、控制糖类分量，少吃精致淀粉如白面条、白面包、甜点，改选低 GI 的淀粉。一份糖类等于15公克，糖等于1/4碗白饭，40公克。2、适量蛋白质。为什么肾不好要控制蛋白质？肾脏就像过滤器，蛋白质代谢后的废物要靠肾脏过滤，所以吃越多蛋白质，肾脏要过滤的东西就越多，会让肾脏更快超负荷。当我们吃进蛋白质，身体会产生代谢废物，身体在利用蛋白质的同时，会产生尿素氮、肌酸酐这些废物。正常肾脏会把它们排掉，但肾功能差时，这些废物就容易在血液里累积，就会出现疲倦、恶心、食欲差，甚至尿毒症。但吃太少也不行，因为蛋白质是肌肉和免疫力的重要来源，如果摄取太少，身体会变虚弱，抵抗力下降。所以不是完全不吃，而是要适量，根据体重和病情去调整。肾脏功能不佳要减少蛋白质，控糖又不能缺蛋白质，可以优先选择钾磷含量较低的高品质蛋白如鸡蛋白、黄豆制品。依据肾功能状况和透析情形，需要调整蛋白质的摄取量。由于每个人体质状况不同，请依您的医师建议摄取。一般来说，每透析每公斤体重 0.6 到 0.8 公克，以减少肾脏负担，避免尿毒素累积。有透析每公斤体重 1.0 到 1.2 公克，透析过程会把蛋白质流失掉，所以需要多一点。3、控制钠、钾、磷摄取量。如果肾脏不好，身体里的钠、钾、磷很难排出去，所以也要注意摄取食物中钠、钾、磷的量。钠，每天钠摄取量建议小于2000毫克，约1瓶茶匙盐。少吃泡面、腌渍物、罐头、加工食品。太多钠会水肿、血压升高，更伤肾。钾，依据肾功能状况和透析情形，需要调整钾的摄取量。没透析1天4公克以内，透析1天2到3公克。磷，高磷食物、坚果、奶制品、内脏、加工肉要少吃，避免肾脏负担。肾衰竭会使磷酸盐滞留，血钙下降，最后造成副甲状腺机能亢进，降低维生素 D 的吸收，引起皮肤瘙痒等症状，也会造成骨骼病变、骨痛。因此没透析的磷最好限制在每天600到800毫克，透析每天600到1000毫克。平日应避免食用含磷量高的食物，若有需要则应配合降磷药物一起食用，减少磷的吸收。4、挑对蔬果和分量，蔬菜每天3份，要注意钾含量，必要时先汆烫去钾。水果每天2份，选低糖、低钾水果。5、喝水量一煮。肾功能差的人，有时需要限制喝水量，包含汤、果汁，避免水肿与心脏负担。6、规律追踪调整。定期抽血验肾功能、血糖、血钾、血磷，再咨询营养师或医师调整。控糖护肾3餐怎么吃？以下将食物分成5大类：糖类、蛋白质、油脂类、蔬菜类、水果类。每类列出能吃的5种和不能吃的5种，再加上原因和5大类食物各1份的分量。看完后你就能更清楚咯。如果有体质特殊或疾病，请依照你的医师和营养师指示规划最适合你的饮食计划哦。以下举例仅供参考。坐办公室的轻度工作女生，身高165公分，理想体重57公斤，每天需要的热量是1710大卡。热量分配和摄取量。肾功能不好时，如已有蛋白尿时，可将碳水化合物占总热量的 55% 到 60% 以上，减少蛋白质所占的比例，以保护肾脏。糖类占 50% 到 60%， 所以1710乘 55% 除以每克糖类4大卡等于235克。蛋白质 10% 到 13%， 1710乘 12% 除以每克蛋白质4大卡等于51克。脂肪 30% 到 35%， 1710乘 33% 除以每克脂肪9大卡等于 62.7克。
分配食物份数：蔬菜3份，水果2份，全谷杂粮类235克减45克除以每份糖类含量15克等于 12.6 份。豆鱼蛋肉类51克减28克除以每份蛋白质含量7克等于3份。油脂类 62.7 克减15克除以每份脂肪含量5克等于 9.5 份。每日摄取分量分配：依照个人饮食习惯，将食物分量分配在早、中、晚餐中。25种可吃的食物。低钾食物是指每100公克含钾量低于300毫克的食物。低磷食物是指每100公克含磷量低于100毫克的食物。中磷食物是每100公克含磷量介于100到300毫克的食物。肾脏功能不佳可选择低钾和低磷的食物。1. 全谷杂粮类。一份全谷杂粮类含有糖类15公克，蛋白质2公克，热量70大卡。以下都列举一份的量。1. 白饭，每100克钾约40毫克，磷约30毫克，钾和磷含量低，消化容易，对肾脏负担小，比糙米安全。一份全谷杂粮类等于熟白米饭1/4碗，约40克。2. 冬粉，每100克钾约13毫克，磷约43毫克，由绿豆淀粉制成，钾低，磷低，升糖速度比白饭稍快，需控制分量。一份等于熟冬粉1/2碗，约80克。3. 米板条，每100克钾约3毫克，磷约59毫克，一份等于米板条约30克。4. 米苔目，每100克钾约5毫克，磷约12毫克，钾、磷比面条低，可选低钠的，一份等于米苔目约50克。5. 米粉，每100克钾约8毫克，磷约153毫克，以白米为原料，钾低，升糖速度快，要搭配高纤蔬菜，一份等于熟米粉1/2碗，约50克。2. 豆鱼蛋肉类，一份低脂豆鱼蛋肉类含有蛋白质7公克，脂肪3公克以下，热量55大卡。一份中脂豆鱼蛋肉类含有蛋白质7公克，脂肪5公克，热量75大卡。以下都列举一份的量。1. 鸡蛋白，每100克钾约146毫克，磷约15毫克，优质蛋白质，肾脏负担小。一份低脂豆鱼蛋肉类等于熟鸡蛋白约60克。2. 嫩豆腐，每100克钾约165毫克，磷约73毫克，低脂、低钾、低磷，蛋白质质量好。一份中脂豆鱼蛋肉类等于嫩豆腐1/2盒等于140克。3. 豆浆，每100克钾约141毫克，磷约68毫克，比黄豆钾、磷低，蛋白质吸收率高。一份低脂豆鱼蛋肉类等于豆浆190毫升。4. 猪肩胛肉，每100克钾约288毫克，磷约156毫克，低钾中磷，适合快炒、煮粥、制成绞肉等。一份中脂豆鱼蛋肉类等于猪肩胛肉约35克。5. 鸡胸肉，去皮，每100克钾约295毫克，磷约193毫克，脂肪低，好蛋白质，去皮后减少饱和脂肪与磷负担。一份低脂豆鱼蛋肉类等于鸡胸肉30克。3. 蔬菜类，一份蔬菜类含有蛋白质1公克，糖类5公克，热量25大卡，约等于以下蔬菜可食部分生重100克，熟重约240毫升的碗半碗的量。1. 大黄瓜，每100克钾约116毫克，磷约15毫克，水分充足，热量低，可清蒸或汆烫。2. 冬瓜，每100克钾约122毫克，磷约16毫克，富含水分，有助延缓胃排空，延缓血糖吸收速度，但冬瓜有利尿作用，对于肾功能不全者可能增加负担，应咨询医生再食用。3. 丝瓜，每100克钾约117毫克，磷约22毫克，含膳食纤维，有助于延缓血糖上升，适合清炒。4. 绿豆芽，每100克钾约128毫克，磷约32毫克，富含膳食纤维，帮助减缓糖类的消化吸收速度，可汆烫。5. 青椒，每100克钾约144毫克，磷约19毫克，含植化素与抗氧化剂，有助稳定血糖代谢，可汆烫或搭配猪里脊肉。4. 油脂类，一份油脂类含有脂肪5公克，热量45大卡，约等于以下油脂5公克的量。1. 特级初榨橄榄油，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酸，主要是油酸，能减缓餐后血糖上升速度，稳定胰岛素反应。特级初榨橄榄油含抗发炎多酚像橄榄多酚，强肌酪醇能减少肾脏微血管的发炎与氧化压力，保护肾功能。
地中海饮食研究证实，食用橄榄油可改善2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，同时降低慢性肾病变风险。2. 特级初榨苦茶油，油酸比例高，富含维生素 E 和茶多酚，有助清除自由基。3. 洛梨油，含丰富油酸，能减少精制碳水引起的血糖快速上升，含有植物固醇与抗氧化物，对肾脏血管保护作用佳。4. 亚麻仁油，富含次亚麻油酸 Omega 3脂肪酸，有助降低慢性发炎，改善胰岛素作用。ALA 在体内可转化为 EPA、DHA， 虽然转化率不高，仍能帮助减缓肾丝球硬化的进程。多项研究显示，亚麻仁油对糖尿病肾病患者能降低尿蛋白排出量，减少发炎指标。5. 紫苏籽油，富含 Omega 3，能抑制发炎介质，帮助改善血糖稳定性。5. 水果类，一份水果类含有糖类15公克，热量60大卡。1. 苹果 ，GI 值约36，每100克钾含量约114毫克，每100克磷含量约10毫克，含有丰富水溶性膳食纤维、果胶，能延缓糖类吸收，多酚抗氧化物可保护血管与肾丝球。一份水果类等于一个小苹果，可食量约115到130公克。2. 水梨 ，GI 值约38，枫水梨每100克钾含量约157毫克，每100克磷含量约15毫克，含水量高，纤维多，吃后血糖不易快速飙升。一份约等于3/4个水梨，可食量约145公克。3. 莲雾，粉红色种莲雾 GI 值约36，每100克钾含量约91毫克，每100克磷含量约8毫克，对肾功能不佳者相对安全，水分高且热量低，一份约等于2个莲雾，可食量约165公克。4. 柳丁 ，GI 值约31，每100克钾含量约149毫克，每100克磷含量约22毫克，虽有天然果糖，但纤维与维生素 C 含量高，其抗氧化物可帮助减少肾脏微血管损伤，一份约等于1个柳丁，可食量约130公克。5. 芭乐 ，GI 值约31，每100克钾含量约160毫克，每100克磷含量约13毫克，纤维量高，能帮助延缓糖类吸收，降低餐后血糖上升速度，富含维生素 C 有助抗氧化与保护血管，间接减缓肾功能恶化，一份约等于1个土芭乐，可食量约155公克。25种不适合吃的食物。中钾食物，每100公克钾含量介于300到500毫克。高钾食物，每100公克钾含量大于500毫克。高磷食物，每100公克磷含量大于250毫克。1. 全谷杂粮类。1. 藜麦，每100克钾含量约803毫克，每100克磷含量约274毫克，高钾高磷，虽然是健康谷物，但肾脏不佳的人较无法负担。2. 荞麦，每100克钾含量约394毫克，每100克磷含量约299毫克，中钾高磷。3. 芋头，每100克钾含量约500毫克，每100克磷含量约64毫克，高钾。4. 黑鲜糯糙米，每100克钾含量约302毫克，每100克磷含量约205毫克，钾、磷都比白米高，肾脏功能不佳的人不适合吃。5. 马铃薯，每100克钾含量约386毫克，每100克磷含量约38毫克，钾含量高。2. 豆鱼蛋肉类。1. 猪肉松，每100克钾含量约572毫克，每100克磷含量约281毫克，高钾高磷。2. 火腿，每100克钾含量约281毫克，每100克磷含量约344毫克，中钾高磷。3. 培根，每100克钾含量约209毫克，每100克磷含量约214毫克，饱和脂肪13克，加重肾脏负担。4. 蛋黄，每100克钾含量约114毫克，每100克磷含量约511毫克，高磷。5. 红虾仁，每100克钾含量约43毫克，每100克磷含量约447毫克，高磷。3. 蔬菜类。1. 菠菜，每100克钾含量约510毫克，每100克磷含量约44毫克，高钾。2. 苋菜，每100克钾含量约507毫克，每100克磷含量约45毫克，高钾。
3. 地瓜叶，每100克钾含量约401毫克，每100克磷含量约44毫克，高钾。4. 金针菇，每100克钾含量约385毫克，每100克磷含量约90毫克，高钾。5. 紫菜，每100克钾含量约1606毫克，每100克磷含量约332毫克，高钾高磷。4. 油脂类，吃太多饱和脂肪会让细胞膜脂肪酸结构改变，导致胰岛素讯号传递受阻扰，血糖进不去细胞，造成血糖更不稳，增加胰岛素阻抗，也容易导致血脂异常，促进肾脏微血管硬化。1. 棕榈油，每100克饱和脂肪含量约 49.3 克，含量高，容易导致胰岛素阻抗，血糖升高，并促进内脏脂肪堆积，增加糖尿病风险。棕榈油精炼过程会产生 3-MCPD 环氧丙醇酯，这些化合物在体内有肾毒性，损害肾功能，应少吃含棕榈油的加工食品，如饼干、泡面、奶精。2. 人造奶油，每100克饱和脂肪含量约 43.4 克，含大量反式脂肪，会干扰胰岛素讯号，增加胰岛素阻抗与血糖波动，也容易引起血脂异常。同时，反式脂肪和加工产生的氧化脂质自由基会加重肾丝球负担，促进肾脏微血管损伤，常吃对血糖和肾脏都不利。3. 油炸用的回锅油，回锅油经高温反复加热会产生氧化脂质、醛类及反式脂肪，这些物质会干扰胰岛素讯号，增加血糖波动与胰岛素阻抗，同时氧化物和毒性代谢产物需经肾脏排除，会加重肾丝球负担，易损害肾功能和血糖控制，最好避免吃用回锅油炸过的食品。4. 猪油，每100克饱和脂肪含量约 39.6 克，摄取过多易增加胰岛素阻抗，造成血糖不稳，促使血脂异常，提高糖尿病风险。高饱和脂肪饮食会引发发炎与氧化压力，损害肾丝球微血管，长期下来可能加重肾功能负担，所以最好少量并避免吃过多。5. 椰子油，每100克饱和脂肪含量约90克，含量很高，过量摄取会增加血糖不稳与肾脏负担，长期摄取高饱和脂肪会引起发炎反应与氧化压力，加重肾功能负担，最好减少，避免摄取过多。5. 水果类， 1. 香蕉，每100克钾含量约368毫克，每100克磷含量约23毫克，钾含量高，肾脏代谢不了会造成高血钾，严重可能引发心律不整，香蕉糖分也高，不利于血糖控制。2. 释迦，每100克钾含量约390毫克，每100克磷含量约46毫克，钾含量高，甜度高，升糖指数偏高，吃了容易让血糖快速上升，过量的糖也容易加重肾脏负担。3. 奇异果，每100克钾含量约291毫克，每100克磷含量约30毫克，钾含量高，对肾脏不好的人来说，容易造成血钾过高。4. 龙眼，每100克钾含量约282毫克，每100克磷含量约29毫克，含糖量 15.2 克，属于高升糖水果，吃多血糖容易飙升，对肾脏不好的人来说，糖分过多会加速肾脏受损。5. 哈密瓜，每100克钾含量约259毫克，每100克磷含量约14毫克，属于高钾水果，肾脏代谢不掉会造成血钾升高，含糖量 7.5 克不低，吃多容易影响血糖控制。今天明白了控糖护肾可以和不适合吃的食物，那么控糖有哪4招避之方法？你可以观看这期影片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并分享给你的周围亲友们，一起获取实用的健康知识。下次再见哟，拜拜。